标志我都有一点。うがい手洗いをこまめにやる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このハセッパって言ってうちのオリジナルなんですけど、これで除菌とあれ。毎回お客さん降りたら降りるたんびにシュッ。かわいいね。大変です。あと窓開けてね、一回ね。ああ、そうですよね。換気しといて。換気はで、閉めた後にシュッて一回やって。気休めですけど、やらないよりいいかなぐらい。そうですよね。実際今マスクせずに乗ってくるお客さんもいらっしゃるんですか？いますね。いる？たくさんいる。してない人。そういう時は断るにはいかないですよね。断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ですよね。もう映りたくないですよ、もちろんね。映りたくないけど、しょうがないですよ、こればっかりはね。やっぱし。あと、映ったからってほら、絶対死んじゃうわけじゃないんで、重症化しなければいいんだけどな。最近也很少坐自动车了。对，就基本上，其实电车也不再敢坐，就坐公车就比较多。多多少少心情也是有点复杂的，就是前2个星期还在采访，就是日本对我们的援助啊，突然之间2、3个星期之后，日本变成就相对比较严重的疫区了，就这个反差。其实，让我也挺震惊的。这里来过吧？对啊，就是去年。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平，在日本。2020年东京奥运会，国内的粉丝是非常的关注，而且观战不用倒时差，亚洲要等下一季夏季奥运会，不知道还要等多少时候哦。我们去年5月份还在这边拍了视频，现在又来到这里，就感觉心情有点复杂。可能看了上一集的网友们会说啊，这个都是一些表象，根本没有触及到日本这次佛系防疫的核心问题。那么在这一集当中，我想慢慢的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和思考。首先，跟国内的很多网友相比啊，对日本政府的这次应对，作为在日本生活了很久的我来说，有更大的违和感。这种违和感呢，主要来自于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大家都知道，日本的这种医疗的技术还有医疗保障体系都是非常完善的。另外一方面呢，在中国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呢，我们收到了日本政府和民间的非常多的支援。为什么这么一个自然灾害频发，而且民众危机意识又非常高的国家，当疫情来到自己家门口的时候，又突然变得佛系起来了呢？在我看来呢，第一点可能也就是最重要的根源在于日本政府对疫情最初的对应上面，从上到下都好像有一种没有必要小题大做的心态，严重低估了疫情以及它可能对社会经济造成的方方面面的冲击。在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中间呢，日本国内迅速出现了来源不明的传播，其实已经宣告了日本政府丧失了抑制病毒蔓延的最佳创口器了。第二点，也是到目前为止最饱受争议的一个话题，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没有检测就没有确诊。我不想回避这个话题，但是因为这是有关生命的一个严肃的问题嘛，所以我也不想简单的吐槽，因为吐槽根本无济于事。我在录这个视频之前呢，还是做了一些功课的，参考了不少的观点和资料。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日本政府和一些日本医疗业界人士对此的相关解释，或者说是一种措辞吧。他们认为，第一呢，目前的检测的准确率还是不算高的；第二，
对于那些轻症的患者，没有必要住院检查，在家隔离等待，反而更能够有效地控制整体疫情的扩散。检测设备和医疗设施都是有限的资源，需要最大化的利用这部分资源，把它们用在刀刃上。潜台词就是担心出现恐慌，害怕医疗资源出现挤兑。他们希望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留给重症患者，或者说是其他疾病的重症患者。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可以立刻找出反驳这些措辞的理由。这不就是想成功举办奥运会吗？砸下去那么多钱，办不成不就亏大了吗？但仔细想一想，这或许有点不符合这种坏人的逻辑。日本政府究竟想不想隐瞒疫情？或许想，或许不想，这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现在隐瞒疫情，造成的结果就是一个，疫情会迅速的在短时间之内爆发，而且越来越严重，根本就等不到奥运会开幕的那一天。到时候，即便全日本愿意戴着口罩来开这个奥运会，难道海外的选手还有游客，他们会为此买单来陪你们助兴吗？肯定不会吧。我想吧，再怎么心存侥幸，日本政府这一点预判能力还应该是有的吧。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接下来的内容，我想更多的引用一些我在日本生活的体会，以及一些统计数字来说话。首先从直观的感受上来说吧，其实不仅仅是这一次，长期以来我都能感受到，像日本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医疗组织和民间层层之间、互相之间，其实都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现象。简单来说呢，就是日本政府对社会的号召力不够。这一点呢，从一次日本厚生大臣在国会的答辩当中可以明显感受到。てっきり3000件ぐらい検査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たんですけれど、少なすぎ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どこにネックがあるのか、今調べております。マクロ的に見ればまだまだ受け入れる状況でありますから、それをしっかりやっていくと。其次，我们可以看这样一组数据。日本政府现在能够立刻拿出来对应疫情的预算大概是150亿，而这个数字在新加坡是日本的30倍。而在疫情同样严重的韩国是日本的大概80倍之多，所以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要在短期内提高预算的额度，调动更多的民间力量和他们的积极性，才是当务之急。好在现在部分专家媒体已经开始在积极的讨论如何提高检测效率，这些都可以自下而上的倒逼日本政府及时拿出更多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说到倒逼，其实这一次日本地方政府也起到了一些率先表态的积极示范作用。比较典型的就是北海道的知事，26号呢，他向北海道公立中小学发出了暂停上课的请求。之后，安倍首相就向全国的日本公立中小学发出了相同的请求。私が決断した以上、私の責任において、さまざまな課題に万全の対応を取る決意であります。我们知道，在日本的社会当中呢，大家都非常注重和周边要保持一致。这样的请求，其实在行政上面没有强制的效应，也只是针对公立的学校。但这种隐形的同调压力呢，会让大家陆陆续续的做出一致的决定，最后达到了队形的一致。不管怎么说吧，这对控制疫情的蔓延还是一个好的开始。就我个人感觉而言吧，现在目前日本的抗疫形势应该说是非常严峻的，但是呢，还没有到让人彻底绝望的地步。因为我在查阅资料的时候，还是发现了一些对于日本相对来说比较有利的条件。日本政府呢，在3月份的时候，把日本全国每周的口罩产量由1亿个调高到了6亿个。如果这个能够实现的话，也能证明日本现在的制造业依然非常的强大。另外呢，日本的人均医疗机构数量是美国的3.5倍，德国的2.7倍，法国的1.5倍，每1000个人拥有13.7张病床，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7个。每1000个人当中的护士数量也是全球第一。CT 等影像检测设备的保有量也是全球第一。但是疫情不等人，其实留给日本政府的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
接下来的1-2周，或许是日本政府亡羊补牢的最后一个机会。希望不要再把过多的精力去放在维持经济增长、消除民众恐慌、确保医疗资源这3者的博弈上面，而是应该强调在特殊时期下面，把日本的国民性当中的同调压力去往好的方向引导。通过这次疫情呢，让我真的是了解到了疫情没有国界这句话。我今天呢，跑了1天，给大家做了2期视频，也不知道有没有把自己想说的话很准确的表达出来。也希望粉丝呢能够在评论区跟我做互动，还要感谢粉丝，很多粉丝给我私信啊，担心我在日本的安全。这里也给大家报一个平安，大家也要保重哦，一起努力，我们奥运会见。